这是什么情况？死神方便竟被韩国小棒槌追着打，被连续重拳击中脑袋，眼看着方便要被 KO， 台下的韩国美女激动坏了。殊不知前面笑的有多欢，后面哭的就有多痛。这是死神方便2013年的一场经典拳赛，客场作战挑战韩国国民拳王金世基。而在赛前目中无人的韩国赛事方就想尽一切办法羞辱我们，不仅毫无征兆地将不明液体倒在中国教练的头顶，更是当场锁喉试图下死手。众目睽睽之下指着中国教练的鼻子破口大骂，难听又刺耳的脏话毫无素质可言。到了比赛当天，韩国主持人更是把狂妄二字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好好听着 ，Made in China, no, Made in Korea, check, yeah。而韩国拳王金世基出场时更加高调嘚瑟，搔首弄姿、蹦蹦跳跳的模样像极了小丑。上了擂台，一把夺过主持人的话筒，开始搞气氛。 자, 왔습니다. 우리나라에서 제일 구성 있는 파이터. 자, 여러분 힘 한번 주세요. 자, I say 힘, you say 세기. 갑니다. 자, 김, 정구. 1박! 온천! 瞧瞧这狂妄自大的嘴脸，关键是台下的小棒槌们就喜欢沉浸在幻想当中。死神方便看着他装波模样，决定狠狠教训一下这个夜郎自大的家伙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。蓝色拳套中国勇士死神方便，红色拳套大脑袋棒槌金世基。当时的方便正值职业生涯巅峰时刻，携25连胜随武林风打入韩国首尔。赛前中国教练的遭遇让他颇为愤怒。 而金世基跟韩国观众的轻视更是彻底点燃了方便的怒火，暗暗发誓要狠狠教训这个所谓的韩国冠军。在现场韩国人的脸上扇上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散打出身的方便将接腿摔运用的炉火纯青，金世基甩着大脑袋摇晃起身，明显感觉脸上有点挂不住，毕竟赛前可是一点没把方便放在眼里。结果一上擂台就被掀翻了2次。韩国裁判就更有趣了，看到自家拳王被摔的大脑袋懵逼，直接警告方便不准接腿后2次发力，意思就是接腿之后不能摔。临场改变规则，这很韩国，干得漂亮。有了护犊子的裁判帮衬，金世基感觉自己又站了起来，咄咄逼人，试图压进方便内围。结果等待他的却是方便蓄势待发的重拳反击。有人说一龙用脑袋打拳，方便用脑子打拳，前者我们不多做评价，但后者确有其事。方便对擂台节奏的把控非常精准，知道什么时候重拳出击，也知道什么时候暂避锋芒。很多时候看到他将对手打得鼻青脸肿，而他自己完好无损。此时方便突然踢出转身后蹬，险些命中金世基裆部。台下的韩国美女露出担忧之色，仿佛这一脚是踢在了自己的身上。看来金世基平日里对他们不薄，不过方便可没闲工夫管他们儿女情长，且战且退，不断打出防守反击。他可没忘记今天来这里的目的，不把金世基打出翔来，誓不罢休。此时第1回合比赛结束，
不得不说金世基的王八拳打得还是不错的，气势上也格外凶悍，只不过大多时候都是跟空气斗智斗勇。但话说回来，他在韩国的地位确实不低，就连水壶都是纯金打造。在比赛第2回合即将开始时，死神方辩突然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，金世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生死难料，傻乎乎的跟着一起笑。比赛开始后，这家伙又想重展雄风，步步紧逼朝着方辩压境，方辩也不惯着，抬起45码的大脚丫子就朝脸上招呼。他牢记妈妈说过的话，别跟傻子玩，不然自己也会沾上傻气，所以他压根就不想跟这个傻大个有半分多余的接触。此时方辩已经渐渐进入状态，输出频率逐渐加快，连续的拳腿组合差点将金世基打死机。而金世基别提有多后悔了，早知道赛前就不那么嚣张，如今到了骑虎难下的局面，也只能硬着头皮往上顶。奈何站在他面前的可是全盛巅峰时期的死神方辩，当时毫无疑问的中国搏击一哥，就连马库斯考克莱这样的世界名将都难掩锋芒，更别提你一个已经臭了半缸的泡菜。在韩国妹妹一声声的呐喊声中，金世基逐渐迷失了自己，抡起大拳头就开始追打方辩。看着欧巴大展神威，台下的小姐姐都快笑成花了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方辩被 KO 了呢。殊不知现在所有的欢乐都是在为下一刻的痛苦做铺垫。缓了片刻之后，老金又续了半条命，他示意裁判继续比赛，方辩则立马展开猛攻，乘胜追击，直接将金大脑袋按在绳脚一顿暴打。眼看方辩要打死人的狠劲儿，裁判赶忙上前制止，他怕再晚2秒金世基真的要强行关机了。也就在这时，比赛第2回合结束，老金露出一个如释重负的笑容，真好，又捡回一条命。比赛很快进入最后1回合，方辩已经没有任何顾虑，火力全开，而金世基早已是强弩之末，他只想坚持到比赛结束，让自己不要输得那么难看，否则台下的小姐姐会很失望。然而方辩却不给他这个机会，一记后手摆拳精准命中其下巴，啪的一声，老金直接电量耗尽，强制关机。救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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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场下的韩国美女再也笑不出来，瞬间哭成泪人。就这样，死神方辩在韩国首尔暴打他们的国民拳王，最后以 KO 的形式拿下胜利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大家会给方辩打多少分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咱们下期再见。